谷主。好看，真好看。哪儿好看了？薛谷主秀美窈窕，你不懂欣赏，我懂。这君子好逑，我绝不能辜负。哼，怎么了？哎哎，干啥呀？干啥呀？我还有事儿呢。哎呦，干嘛呀？你说说你，老毛病又犯了是不是？啊？你口口声声说莫要辜负的人，最后可全都辜负了。唉，你跟五哥早年间那些风流韵事，这江湖上谁人不知啊？你替他做甚？不要把我跟魏风行那个老男人相比，我还年轻英俊呢。行，也不知道是谁，几个月前还心心念念着扬州花魁柳菲菲姑娘，如今就对薛谷主一见倾心了。我可提醒你一句，别招惹人家薛谷主，万一冒犯了人家，可就麻烦了。我若偏要招惹呢？就你那些伎俩对他无用，人家冷心冷肺的，你知道吗？老七啊，有些女人看似冷漠，总是将人拒之千里之外，实则呀是外冷内热。薛谷主定会被我的真心所感动的。祝你好运吧。哎哎哎，老七，薛谷主平日有何喜好，你可知道？知道又如何？哎哎，抱歉啊，抱歉，告诉我一下嘛。我真的是服了你了。薛谷主这个人吧，每日都会去采集无根水。若是有病人前来看诊，就会给病人治病；无事的时候，就会带上双红姑娘她们练习施针，或者看看医书。哦，对了，他们还会去东直馆饮酒暖身。这种简简单单的日子，倒是跟薛谷主恬淡的气质很相配啊。四哥，我郑重地提醒你一句，薛谷主是极重规矩之人，切莫失了分寸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的啊。你。拇指上方是少商穴，少商穴主治什么呢？小程，少商穴，少红，谷主问你少商穴呢。薛谷主，薛谷主医术如神，当用最好物件，这个便送与你。哇，金的！金的。哎呦，谷主，
老七，你过来，告诉你啊，看看就知道了。四哥，你过来，快！老七，快点儿！哎，别拉，真不是快一点，我让你见识见识。平时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跟你说，好好学习。薛谷主，哦，这金花簪是我特意命能工巧匠为薛谷主雕琢的，不知能否入得了薛谷主的眼？这金花簪做工了得呀，可是出自江南苏金匠的手笔。传闻苏金匠随意一件作品都能让人销金万两。不足挂齿，不足挂齿。薛谷主可还喜欢？若是喜欢，我再让苏金匠雕琢几只，让你每日换着戴，不重样的。夏公子不忙吧？不忙。薛谷主有何吩咐，请讲。随我来。哎。夏公子，里面请。好。我有东西要拿。晚点再拿。哈，关门。薛谷主唤我来是。坐。哎。夏公子这段时日，拿来药师谷许多的财物。只要能讨薛谷主欢心。我听风律说，你入谷的那一日便曾说要替你七弟还上枕巾，可是真的？不错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我也不能平白无故的便收下夏公子这么多的礼物。这是你七弟历年来在药师谷所欠下的债务。你的那些金子，全当是替你七弟还债了。可我并非是为此才。可我是为此，才答应你在药师谷住下的。那当时你看我舞剑，还夸赞好。我是看夏公子腰间的那块玉佩，成色不错。原来如此。算上上一次七叶明之的枕巾。霍斩白欠药师谷一共是20万枕巾，外加3瓮笑红尘，还有日常的药费、伙食费、房费，总共加起来一共是……金子金簪还不够吗？还不够。啊，老七到底欠了多少啊？夏公子在此处画押签字，获期的那部分债务便转移给你了。画押？看来老七说的对，我终究还是没能看透薛谷主你啊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就此放弃。薛谷主，告辞。你一个人开这么多坛酒，喝得完吗？喝不完，不如薛谷主陪我一块儿喝。你自己开的酒，自己解决。那喝不完，我只能带走了。你这算盘打得倒是响啊！那得看跟谁相比了。
薛谷主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自己尝尝这酒吧，味道怎么发苦呢？该不会有不给酒钱，你们药师谷就不给好酒喝了吧？霍公子也知道自己没给钱啊，有酒喝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的。那金花簪不适合你。是吗？我倒是觉得跟我很是相配。精料艳俗，你值得更好。那霍公子倒是说一说，什么样的簪子才适合我呢？白玉簪，色如雪，角如云，莹如月，天然而不流俗。最好还是梅花样式的，临寒而开，自有风骨。玉簪受琢磨，寒梅经风雪，都是灵秀高洁之物。别动。这就相称了。老七，薛谷主，哇，你们开这么多酒，喝得完吗？我正好也有雅兴。四哥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哎，我不困，要走你走，我没跟薛谷主喝过酒呢。哎，薛谷主，哇，你是要喝酒是吧？走，我陪你。哎呀，算了，回去睡觉吧。你刚才不是不困吗？刚才是刚才，刚才薛谷主还在呢，能和现在一样吗？你说说你，有好酒不喝，非要喝茶。这茶呢，越喝越清醒；酒呢，越喝越迷糊。话说回来，你也知道这药师谷的规矩，除了病人以外，谁都不得留宿。你也在谷里待了一段时间了，打算什么时候离开？薛谷主还没赶我走呢，你着急什么呀？我，哎，不过照你这么一说，薛谷主是不是为我打破了谷中规矩啊？啊？你说呢？我觉得是啊。哎，我够了，喝太多晚上睡不着的。哦。我呢，喝什么都能睡得着。薛谷主。薛谷主，薛谷主，薛谷主，你真好看。老七，我怎么掉下来了？四哥，你怎么下去了？不知道啊。哎呦，那你肯定是做噩梦了。做噩梦？不能呀，我梦的是薛谷主啊。
3斤2两。谷主，这些金子加起来也不够20万整金啊。不足20万，咱们药师谷一群人的日常开支，再加上初1、15各个节气给周围村子里百姓送药看诊，还有收孤院的花销，再加上送那些长大的孩子去学堂验书的用度，这算下来怎么都不够啊！就知道分量不够。谷主，据说这个很值钱，说不定和夏公子腰间的那块玉佩不相上下。夏公子已经知道这些金子都被用来给霍七公子抵债了吗？我已经同他说过了。谁？我。晚上好，打扰各位姑娘了。你来的正好，你四哥替你还了一部分债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有2个债主了。好啊，太好了。你笑什么？你该不会……不会什么？你该不会是狮子多了不怕咬，破罐子破摔了吧？是啊，薛谷主果然是洞若观火。我看这月朗风清的，若是能月下饮酒，那更是畅快啊。今天的酒才对。你的酒量真是大不如前了，才喝了几口就变成这样了。这酒明明和之前的一样。今日的酒尤为甘美。薛谷主，还未曾问过你，为何独爱这夏红尘呢14岁那年坠入冰河，受了寒气，所以肺一直不好。药师谷的酒都是拿上等的药材精制出来的，师傅让我日饮一壶，活血通脉，宣肺散寒。可是那冰下的少年，和你一起坠入冰河。你应该很少出国吧？有机会，让我带你去中原见见世面，免得你怀疑我这个霍七公子的威名。我本来就是中原来的。哦，原来中原也有像薛谷主这样的英雄人物啊！怎么，想套我的话？没有，我就想说，看看我能帮你什么。可是为了还我白云宫的人情。你以为天下人都同你一样，凡事都喜欢算得明明白白的？我不喜欢欠别人的，也不喜欢别人欠我的。你不需要帮我什么，只需将剩下所欠药师谷的整金悉数还清。我药师谷里头一堆人等着米下锅呢。既然你这么贪财，为何1年只看10个病人呢？身体吃不消，而且我不喜欢这些江湖人，这种耗费自己生命于无意义争夺的人，不值得挽救。有这些时间，
还不如多去给周围的村子里那些人看看风寒高热呢。那，你为何肯救我呢？这个嘛，自然是你这张脸还有些可取之处哦。谷里这么多女人，多无聊啊！嗯？你我也算共同经历生死了吧？还未曾共饮一杯呢。来，我只爱独饮。梅花落眉间，人面四处见。怎么闻来天有雨雪？红炉暖绿一帘若长绝。杯莫歇，人间卷独长夜。自去经年，念君如明月。遥望无言无眠。霍展白，霍展白，红炉暖绿一帘若长绝。杯莫歇，人间卷独长夜。自去经年，念君如明月。遥望无言无眠。谁把相思命中牵？不求君知心悦。问尘缘明灭，梦里烟花现。执手一程一了夙愿。伙计公子怎么躺在这儿啊？不会是昨晚在这儿睡的吧？嘘。当年中原武林各大教派一同围剿元一公，天成所在的七星剑阵可谓是功不可没呀。如今元一公已藏在西昆仑苟且多年，你说天成怎么会如此糊涂，竟然投奔那奸恶之地？若非元一公威逼利诱，天成也不至于此。林某此次前来，便是希望阁主能够助我一臂之力，彻查此事，将那真凶找出来。其实此事我已经有了一些线索。有何线索？星之，林公主，你看看。无极宗也遭到了伏击。被害的亦是教派中的重要人物。无极宗的冷宗主虽是死里逃生，却也受了重伤。如此看来，定是有人在背后有计划地暗害中原武林人士。秦天成前辈定不是七哥所杀。此事是林某鲁莽了。斩白一事，林公主不必放在心上。他擅夺贵派圣物青鸾花，也该让他吃点苦头了。只是天成被害一事，
依老夫所见，此事恐与元一公有关。有可靠消息，长无绝表面上只派出了妙火一人，实则还有一人。元一公的修罗场是为长无绝培养杀手之地，他身边的5名子皆是出自于那里。而前几年出现了一位号称100年一遇的顶尖杀手，叫做童。若当时展白已将妙火引至一偏僻小巷，那么冒充展白杀害天成的真凶，有可能就是童。阁主说的不错，七星剑阵才是我白云宫的根本。天成这一去，七星剑阵变。元一宫的贼子真是阴险狡诈，我定要杀上西昆仑，将他们挫骨扬灰。林公主，稍安勿躁，这只是老夫的猜测罢了。这么多年，元一公从未进犯中原，若此事真是元一公所为，那他定是祭出万全，无戏可成。所以你我切不可妄动，须得从长计议才好。阁主所言极是。阁主，可有良策？此事须得武林正派齐心协力，上下一心。天山派秋水掌门德高望重，在武林中素有威望。星知，你等钱宇回来，你2人速速去一趟天山派，请秋水掌门过来共议应对之策。是。这个江湖已经平静了多年，只怕又要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了。教王，教王！教王，你回来了。属下未能护教王安危，请教王责罚。这不怪你，是我一时心切，在自行修炼。若不是你回来的及时，恐怕我已经走火入魔了。看来想要突破铁马冰河心法的第9处，离不开你的沐春风之术。属下愿常伴教王左右，听候教王调遣。
霍七公子可有哪里感觉不适？我感觉非常好，马上就可以出发寻下一味药了。举着。啊？若你能撑满一炷香的时间，便可放你离谷。哼，哼，好说。右手。那便再服几日药呗，没问题的。双红，按照这个药方，再开几副药。谷主，谷主，你去东芝馆看看吧，夏公子闯祸了。这芍药是草药，你怎么全给拔了？哎呀，风绿姑娘，我不知这是入药用的，只觉得好看便拔了。哎，多了银子我赔。那边等着煎药呢，银子能煎药啊？哎，此事确实是我唐突了，我将功补过，好吧？啊，薛谷主。谷主，既然要将功补过，就别站着了。啊，薛谷主吩咐便是。夏公子既然惹了乱子，你兄弟二人便去采一些草药回来，将这个窟窿补上。四哥犯的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忘了自己欠了多少诊金了？受着伤呢。你是肩膀受伤，双腿没事，多走动有利于恢复。草药没有装满篓子，不许回谷。哎，老七，确定是这条路吗？能采到药吗？上面有片林子，去那看看吧。原本想着采束鲜花，等薛谷主一出房门便送给他，却没想到闯了这样的祸。这冰天雪地的，哪会有花呀？四哥，你就算采到了，薛谷主也不会喜欢的。所以我劝你此事就此打住。何事呀？讨薛谷主欢心呢。为何？你不了解她。那个女人很有自己的原则，喜恶随心，脾气古怪，很难被人讨好，而且还喜欢口是心非，常常说的是一套，做的是另外一套。最重要的是，太过任性妄为，不适合四哥你。哎，你这些年多半的时间都是在外奔波寻药吧？为何会对薛谷主这般了解呀？我们相处的时间是不多，但也经历过些生死，自然有些了解。哦，
可你眼中的薛谷主和我认识的薛谷主大不相同。单单这次白云宫追到药师谷，薛谷主之举，足以见得他是一个讲道理、重情义之人。四哥，你怎么不听人劝呢？真是呆子！你们骂谁是呆子呢？老七，你知道铁树什么时候开花吗？铁树？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见过的铁树确实有许多，有的是在夏天开花，有的则是在秋天，地处不同，开花的季节各有不同。真是个感情榆木疙瘩呀！既然如此，明日我便回鼎剑阁了。你这么快就放弃了？你都劝了半天了，我若再不听劝，岂不是不知趣？我去那边寻药，再好好看看这谷中风景。感情榆木疙瘩，这是在骂我吗？小金，来，谷主，这雪山上的茶果然更加清冽。有吗？我怎么没有尝出来？几位姑娘好雅兴啊！霍公子，薛谷主会好好瞧一瞧，这一篓子药材多的能抵债吗？数量是够了，不过还需看成色。小生姑娘，啊，快给我来杯热茶。谷主5两，5两不，10两。10两。10两就10两，记在账上。3两。我堂堂鼎剑阁4剑，华山派掌门独子，江湖人送名号白羽剑的夏贤宇，辛辛苦苦采了2个时辰草药，只值3两。是啊，谁能想到呢？堂堂鼎剑阁4剑，华山派掌门独子，江湖人送名号白羽剑夏乾宇，夏大公子，辛辛苦苦采了2个时辰，全是不能入药的野草，仅有几根能用的，还得靠本姑娘火眼金睛给你摘出来呢。3两还给你算多了。3两，我平时吃酒随手给小厮的都不止这个数。哼，哎。谷主可以用饭了，可以用饭了。哎，明日我就给我爹去信一封，让他送你车草药过来。老七，哎呦，别吃了，走走走，回屋。刚烤好的红薯可热乎了，不花钱。有正事儿跟你说，走。哎呦，我不要。哎，你先坐，你先坐。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着急忙慌。哎，不要，你我分别之后，你可知道我去了哪儿？我去了后山，后山那里立着许多的衣冠冢，你可知道？这荒山野岭有衣冠冢很正常啊。那要是100多口人的衣冠冢呢？而且立冢之人是薛谷主。惠家4年的除夕之夜，全村100多口人竟在同一天全部死亡，此事必有蹊跷。我觉得你还是该去看看，说不定我们能帮得上什么忙。
墨家村127位乡亲，卒于惠家4年除夕之夜。惠家5年仲春，薛子夜经历。墨家村，这是薛谷主曾经生活过的村子吗？如此滔天罪行，究竟是何人所为？